朋友们，大家好！我想大家肯定也知道了，目前北约峰会正在举行。大家看到本期节目时，应该在今天周三结束了。看，这就是北约31个国家这个战争机器的集体照，这也是目前这个地球上最大的战争机器。在本次峰会开始前，德国媒体就大肆报道了乌克兰迫切要加入北约的诉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甚至每天都在呼吁给乌克兰一个是否加入北约的信号。德国《民进周刊》认为，就在维尔纽斯北约峰会召开前不久，支持加入北约的信号不绝于耳。但只要俄乌战争继续着，就不能接纳乌克兰加入北约，否则意味着北约直接参战了。乌克兰幕后老大在峰会之前也发话了，拜登表示，在乌克兰被考虑加入北约之前，需要时间来满足从民主化到一系列其他问题所需要的所有资格。与此同时，他表示美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他们需要的武器和自卫能力，这无异于给乌克兰泼了一盆冷水。可能泽连斯基认为，为了讨好西方，他的国家如此卖力，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男人也在所不惜。哪知道得到的是这么一句冰冷冷的话。昨天周二，北约峰会的第二天，已经正式达成共识，暂时不能接纳乌克兰加入北约，但未来会让他加入。未来哈！北约给出的理由很牵强，也很可笑。乌克兰总统非常气愤，对北约进行了严厉批评。不过你乌克兰再批评北约有什么用？最后你乌克兰还不是成了最大输家，而且底裤都输光了。我们现在来看看德国国家电视1台的报道。北约关于乌克兰的声明，条件满足时才能加入北约。北约认为乌克兰的未来在防务联盟及北约，然而乌克兰的正式入约邀请是有条件的，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表。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进行了明确的批评。德国之士说明，乌克兰总统及外长都急切希望乌克兰能立即加入北约，但任何有正常理智的人都知道，北约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接纳乌克兰成为正式会员呢？这些乌克兰政客未免也太天真了吧。北约不过是想把乌克兰用来对付俄罗斯的棋子来用而已，即以乌制俄。目前的情况就是代理人战争，北约负责提供武器，特别是美国和欧洲一些主要国家，乌克兰人负责送死，这么简单的逻辑都不懂，难怪乌克兰陷入了今日国破家亡的境地。一切都是因果报应。德国国家电视1台把北约称为防务联盟，也只是给自己的人民洗脑。实际上，过去几十年来，北约做的事情表明，北约其实就是个对外极其具有侵略性的战争机器，而非所谓的防务集团。把自己称之为防务集团、防务联盟，也不脸红吗？北约只不过给乌克兰画了一个大饼，说未来将接纳乌克兰为成员国，但又没有具体时间表。乌克兰还真信了。好，我们继续往下。北约给予遭受俄罗斯攻击的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希望，但正式入约邀请是有条件的。这是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峰会上通过的宣言。具体而言，宣言上的文字是这样的：乌克兰的未来在北约。我们重申在2008年布加勒斯特首脑会议上做出的承诺，乌克兰将成为北约成员。这个将字乌克兰将成为北约成员。该军事联盟没有设定明确的时间表。然而，根据声明，北约只有在盟国同意并满足条件后，才能邀请乌克兰加入联盟。具体例子包括在民主和安全部门领域进行额外的必要改革。德国之士点评，这一点亮了。乌克兰不是已经完全按照主子的意思民主化了吗？现在竟然还要进行民主改革。该国安全部门就说情报部门也要进行改革，意思是你乌克兰的情报部门由我们北约派人委任就可以了，相当于整个乌克兰放弃自主，全部由外人来掌控。这样的改革就彻底了。放弃加入前计划。该限制涉及德国和美国等国的保留意见，
在谈判中，他们坚持加入北约应继续与满足条件挂钩，例如根据北约联盟标准，军队必须接受文职和民主控制。德国只是又来点评一下，原来北约有这么条规定，难怪现在很多欧洲国家他们的国防部长都是没有任何军事背景的女性文职人员担任，就是为了让北约高层更好地控制各成员国，他们称之为民主的控制其实就是独裁嘛，何必绕弯子呢，对不对？直接承认自己是独裁有那么难吗？好，我们继续往下。没有发出邀请的另一个原因是担心俄罗斯做出不可预测的反应。俄罗斯正试图通过对乌克兰的战争阻止该国加入北约。作为妥协，北约国家现在同意向乌克兰承诺，在寻求加入北约之前不坚持通常的加入前计划。北约秘书长斯托滕贝格说，这将使乌克兰的加入程序从2步走变成1步到位。北约秘书长认为，在声明发表后，乌克兰显然已经走上了加入北约的道路。我们还明确表示，一旦盟国同意并满足条件，我们将向乌克兰发出邀请。斯托滕贝格说，这对乌克兰来说是一个强有力的一揽子计划，也是加入北约的明确途径。北约乌克兰委员会将升级。此外，北约希望大幅扩大与乌克兰的合作。为此，现有的北约乌克兰委员会将升级为北约乌克兰理事会，这将有可能讨论关键的安全问题，并作出联合决定。成立该委员会的主要目的是讨论加入西方军事联盟所需的改革。新委员会将于本周3，也就是今天，在峰会上举行首次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会议。届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与北约31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平等地出席会议。原则上，北约国家希望在必要的时间内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持，在乌克兰捍卫其在国际公认边界内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过程中，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增加对乌克兰的政治和实际支持。该宣言说，优柔寡断是懦弱。泽连斯基此前曾批评北约在他的国家加入北约问题上优柔寡断和软弱无力。他在推特上写道，这助长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恐怖行动。他说，似乎既没有向乌克兰发出入约邀请的意愿，也没有使乌克兰成为北约成员的意愿。他还说，没有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时间表是荒唐的。泽连斯基说，优柔寡断是懦弱。好，这就是德国电视一台报道全部。现在看看德国国家电视一台的观众及读者评论吧。为什么要让那些正处于战争中的国家加入北约呢？下一位，不能加入北约，乌克兰完蛋了。下一位，显然第3次世界大战必须迫在眉睫，想让乌克兰加入欧盟或北约是绝对想都不能想的。下一位，让乌克兰成为波兰的一部分，一切都解决了。德国知识点评一下，你看这个人他的这个见解挺好的，连人家乌克兰这个国家都没了，直接加入波兰就行了，这是不是当时乌克兰人们想要的呢？下一位，民主的做法是让人民来做这个决定。下一位，泽连斯基不是要求加入北约吗？下一位，普京就不能直接把乌克兰夷为平地来结束这一切吗？下一位，典型的德国宣传新闻，每个人都知道这些都只是借口，没有人愿意为乌克兰背黑锅，为什么要帮他背黑锅呢？乌克兰充斥着右翼疯子，他们不希望和平，并已经倒向美国了。我们等一下看的评论是德国国家电视一台另一篇报道，报道了德国国防防长为乌克兰加入北约预设条件进行辩护，然后德国观众及读者对此发表了评论。第一位，是的，我100%同意国防部长的观点，如果乌克兰现在加入北约，等于北约和德国都与俄罗斯开战，这意味着德国将不得不派遣士兵并前往乌克兰作战，这并不好。下一位，没有美国这个战争贩子搞北约东扩，就不会有战争。德国知识点评，
这是我很久以来见过的第一位那么有理智的评论。不过，这在德国真的是非常非常少数，大多数人都像前面我们看到网友那样，一个是支持北约东扩，另外一个呢是同情乌克兰的，只不过现在牵涉到他们自己切身利益，不想卷入战争，所以他们反对现在接纳乌克兰成为会员国而已。下一位，对于那些留言说乌克兰应立即加入北约的人，我希望你们也是第一个参战的人。俄罗斯和乌克兰正在交战，如果乌克兰现在加入北约，俄罗斯和北约将自动开战。下一位，好样的，德国防长说的直截了当。下一位，乌克兰人最终会对北约不会为他们发动第3次世界大战感到惊讶吗？乌克兰人怎么会如此天真呢？然后他们会对自己国破家亡的情形感到愤怒，看着巨大的墓地，然后呢，泽连斯基已经注意到发生了什么。下一位，你们都脑残了吗？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我们将与俄罗斯开战。下一位，有着这个肮脏的政府就没有资格加入北约，当然更没有资格加入欧盟。反正报道的都是同一件事情。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世界报》一些读者的评论。如果现在处于战争状态的乌克兰加入北约，共同防务义务的条款就会自动生效。我们可不希望这样，不是吗？下一位，也许我们需要采用双重标准，少一些原则性。乌克兰不是波兰或匈牙利，他们能够在和平时期加入北约。乌克兰正在为生存而战，应该尽一切努力让俄罗斯明白，他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在我看来，这也包括尽快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就腐败和法治而言，波兰和匈牙利已经表明，自从他们是北约俱乐部的成员，就不在乎北约的崇高原则，更不用说土耳其了。下一位，如果根据北约条约第5条，一个正在发生的防务案例被接纳加入北约，我想看看新闻怎么说。这就是目前乌克兰的状况。这场发生在乌克兰的战争会产生什么结果，还有待观察。这与怀疑或犹豫无关，这是理智。下一位，由于现在不能给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愿景，而只是在战争结束后，普京只需要继续战争就可以了，这样乌克兰就不会加入北约。这正是他要做的，他可以坚持很多年。在某种程度上，这对西方来说将变得不好受。我们没有耐力，也不愿意为乌克兰做出真正的牺牲，即使这可能会让我们失去一点点繁荣。这正是普京所指望的，而且看起来他可能会成功。野蛮主义、掠夺土地和残酷的军事征服将会取得胜利。下一位，我认为北约峰会的决定非常恰当，我们不应该因为同情而仓促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毕竟乌克兰在战争初期的腐败指数很低，尽管战争在社会上造成了种种扭曲，但这种情况不会有太大改变。好了，朋友们，到此为止，我们看到几乎没有读者认为，也就是说有少数目前应该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我想这也是正常人的逻辑吧。好了，最后呢，我们看看读者群比较反中的民进周刊的读者评论。报道的内容其实都差不多，比如民进周刊的此篇报道主要从乌克兰总统的讲话入手进行报道。泽连斯基称不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是荒唐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亲自出席在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峰会，在峰会召开之前，他已经在为乌克兰迅速加入北约加大压力。报道中还提到了俄罗斯的态度，俄罗斯威胁乌克兰加入北约对欧洲安全非常危险。我们来看看第一位评论。荒唐的是乌克兰的这种索取的态度，他总是表现得好像全世界都欠了他什么似的。下一位，在这个节骨眼上接纳欧洲第2腐败的国家加入北约是完全错误的。下一位，正相反，只要战争继续，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才荒唐呢。下一位，北约有什么理由允许让泽连斯基施加压力？
下一位，是的，他最擅长于要求这个要求那个。乌克兰加入北约或欧盟是荒唐的。下一位，在就北约和乌克兰问题发表任何官方声明之前，俄罗斯人就已经开始打转了，这太疯狂了，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这里的紧张气氛。但别担心，俄罗斯只是在吠叫，上次咬的牙齿掉的太多了，这样的事情会留在记忆中。下一位，是的，根据来自俄罗斯的报道，泽连斯基非常糟糕，根本不受人民的欢迎。但第一次未遂政变就发生在俄罗斯，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呢！下一位，看来普京那帮人在这个问题上有点失控了，只是他们无法阻止他。乌克兰加油！下一位，俄罗斯完全失败了，而北约就是很棒。2个新成员，瑞典和芬兰，以及为乌克兰提供价值数十亿欧元的新武器计划。德国提供70辆新坦克，法国提供许多远程导弹。下一位，乌克兰的腐败和寡头是怎么回事？在这种情况下，接受他们加入北约是荒唐的，无论是北约还是欧盟，千万别这样做。下一位，这与加入北约的速度根本无关，这与加入北约有关。北约今天对此毫无疑问地表明了这点，乌克兰将成为北约成员，这是最重要的信息，特别是对普京来说。明天，北约乌克兰理事会将举行会议。友好的问候，荣耀属于乌克兰。好了，朋友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共翻译了3家德国主流媒体的读者评论，德国国家电视1台和《时代报》的读者评论几乎都反对乌克兰加入。一是德国会变成参战方，二是因为乌克兰的超级腐败。德国人既不愿意乌克兰加入北约，也不愿意他们加入欧盟。但是德国民进周刊的读者很明显比较仇恨俄罗斯，而青睐或者说同情乌克兰，因为民进周刊读者评论中希望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比例不算低。还有朋友们啊，你们希望北约继续东扩吗？目前看来，北约不仅不会止于芬兰，未来很可能会如我以前所说的，会一步东扩到日本、韩国。这是北约肯定想做的，而且北约已经与日本达成了协议，就看中国及俄罗斯如何应对了。北约这个军事联盟一日不出，世界永无宁日。从中国国家利益来说，现在必须要与俄罗斯站在一起。必要时当然也可以提供支持，为何只许北约放火，不准中国点灯呢？